坐下，坐下说。林小姨娘啊，你这样做啊，只会害我们韦家陷入危险的境地。你不能因为这桩婚事就毁了我们整个韦家的前程啊！韦族长，像韦浩这样大逆不道的子弟，你们韦家还不驱除？你们有什么意见，就拿出一个章程出来，需要我们韦家怎么处理？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大家都不愿意看见。哎呀，你们继续这样咄咄逼人也不是办法，终归还是要解决的。此事我们还要问族长的意思。不过韦浩如果能够退婚，此事我就当作过去了，不予追究。不可能！你说什么？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还希望你们韦家处理妥善，否则韦族长，你应该知道我们会怎么对待你们那些韦家族人。林洛，难道你希望老夫真的把你们全部逐出家族不成？你可要想清楚啊！无碍，反正我和浩儿已经搬出去了，跟被逐出家族也没什么区别了。此事你还是慎重一些才是啊！还慎重什么？姐夫的8个姐姐，还有浩儿的8个姐姐，就是因为听了你们的劝，嫁给这些世家的偏远旁支，日子过得清贫不说，我们连照应都照应不上，想要探个亲还要去巴蜀，一来一回就是1年有余，还不如嫁在上都呢。还慎重，反正你们这次谁劝都没有用。你难道不知道这件事万一让其他家族的人不满意，韦浩的那些姐姐姑姑们可能会被全部休掉啊！什么？简直无耻！这个也不是不可能的，毕竟韦浩违反了世家的约定在先。韦族长，这些世家就是这样办事情的吗？一点道理都不讲。难怪浩儿对世家一点好感都没有。回去好好跟韦浩说，不能因为他要娶妻，就让自家的那些女妻全部被休啊！小姨，有啥？我刚刚去了族长那边，世家对于你要和长公主定亲的事非常的不满。浩儿，这个事情你可要考虑清楚才是。关他们什么事儿？你不用搭理他。是不关他们的事，不过如果你不退婚的话，那么你的那些姐姐们就有可能会被休，包括姐夫的姐姐，你的那些姑姑都有可能被休。他们敢！浩儿，我也没想到他们会这样做，但是如果我们不退婚的话，他们真的会这么干的。我去找他们。你找他们有什么用啊？你要打他们一顿不成？打他们一顿？我打他们都是轻的。我去公馆拿着我药，老子炸死他们！敢欺负我韦家的女人啊！就因为我要结婚了，就把那些韦家已经出嫁的女人全部休了，这我还能忍？哎，浩儿，你不要冲动啊！
小姨，你放心，你信不信？我就是把上都世家那些负责人的宅子全炸了，他们还得过来求我，不求啊，那我就把他们世家连根拔起，我让他10年之内再也没有世家这个说法。我浩儿，哎呀，你放开，放开！不是我炸他们是白炸，我又不傻。浩儿，三思而后行啊！哎呀，小姨，这次让我按照自己的办法来行事，我这次就是要把他们都按在地上，还要他们自己来求我。哎，浩儿，你可千万不能骗小姨啊！他们要是真的这么干了，实在不行，小姨给咱们家的女人每人100亩地1处宅子。但你要出了什么事，你让我怎么办？小姨，我岳父是陛下，是皇上，他们拿我怎么样？我还怕他们不成？我跟你说，世家就是这样，你退一步，他们就步步紧逼。我之前琉璃的生意是不是就这样啊？到现在我一样不败给他们。哼，这件事儿你就甭管了。哎，浩儿！哎呦！你快去跟上公子，别让他打架，快去！好。这个长孙英受一点伤就要休沐半年，朕看他就是记仇，朕给韦浩和宁安赐婚。石家那边没有动韦浩吧？没有，现在还没有什么动静，只是世家在上都的那些负责人，昨天去了韦元照的府上，林小姨娘也去了，没有谈拢。林小姨娘不答应退婚，但是世家那边极有可能会让家族休掉从韦浩家嫁出的那些女人。什么？世家会这么干吗？老奴觉得会，他们必须给韦浩一个警告，同时还让陛下知道，这件事情不单单是韦浩和公主的事情，也是世家和陛下的事情。如果这次他们没能阻止他们2个成亲，那么就证明世家在陛下面前要全面落败。这些是那些族长不愿看到的。没错，他们一定会逼韦浩的，但是朕没有想到他们会这么无耻。那些妇人可都是无辜的，甚至有一些都嫁了几10年了。他们这样做，这简直就是不要脸。韦浩他是一个很有孝心的孩子，若是让他家的女人受到如此侮辱，老奴觉得他可能不会干。没有想到世家会用这样的方式来给韦浩压力。这事儿得看韦浩的，但是以老奴看，韦浩怕是顶不住。何人？我，韦侯爷。你等会儿，我去通报一下家主。通报个屁！先送你们一个没有铁屑的。里面的人都后退啊！一会儿受伤了，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啊！是不是工部在验火药？不是让他们在城外验吗？回禀陛下，禁卫军会去询问的。
家主，怎么回事？你快出去看看吧！大门被……你说呀！就那个巨大的响声，大门开了。什么？我的门怎么？我的门怎么？韦浩，崔雄凯，听说你对我和长公主的婚事有意见？你想干什么？竟然敢打伤我的家门！来人啊！家主，把他给我打出去！给我打！是。来，都上来试试！一会儿我就给你们丢人群中，看你们能活下来几个人！韦浩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对我和长公主成亲有意见，还要休了从我韦家嫁出去的女人啊？你有没有这回事儿？明明是你有错在先，当初各家族都商量好了，谁都不能和皇家联姻，你犯错，反倒怪我们了。我这是犯哪门子错？啊！你们的约定关我屁事儿！老子的婚事你管得着吗？还休了我家的女人，你休一个试试！崔雄凯，你给我记住，10日之内叫你们家的族长来上都城见我。10日之内不来，1个月后，上都城就会有10万种不同的书。你看我10年之内能不能将世家连根拔起？你放肆！还连根拔起，还10万种书，你有那个能耐吗？你通知你们族长就是了，来不来是他们的事。另外，你敢休我韦家1个女人，那就没得谈了。1个月后直接来买书吧，我保证那些书生需要的书我都有。韦浩，你等着，我就不信了，没人能压得住你。好了，都让一让啊！我把你家客厅给你炸了，警告你一下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拦住他！来，谁敢上前？快跑啊！快跑！快跑！记住了啊！10日之内让你们族长来上都城见我。韦浩，老子跟你拼了！来，这个可是装铁线，绝对能够炸死你。我让你们拼，走，大家。韦浩，韦汉子！陛下，这个爆炸声不像是从宫部传来的，应该是从皇宫外面传来的。韦憨子，报！回禀陛下，宫部并没有制造火药。懂得使用火药的也只有韦浩和程三福，但是程三福肯定不会这么玩，唯独就是韦浩。派人去看看。啊不，你亲自去，换上自己的衣服，看看到底是不是韦浩在用火药。如果是韦浩的话，你就当作不知道，回来汇报给朕。是，陛下。
魏汉子，你疯了！王禅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跟个缩头乌龟似的，还把夫人推到自己的面前，你简直不是人啊你！假的。奇耻大辱啊！我王禅这几十年从未受过如此欺辱。2件事。第一件事，我韦家的女人，你们要是敢休了，到时候上都城每个月会出售10万本书，记住了，是每个月。第二，让你们族长10日之内来上都城见我，来不来是他们的事儿，你只管写信就行了，大不了到时候大家一起玩完。韦浩，你太嚣张了！今日你韦浩不给我下跪道歉，我哪怕是告到陛下的……随便你告。不过，今天带来这么多好东西，不用就浪费了。先把你炸成个王八瘸子！哎，别！我错了，韦侯爷，别点！哎，别点！侯爷，你看有什么事儿好商量吗？你和我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这不至于啊！谁让你笑了？我今天就是来通知你的。韦家的女人你也敢休？真当他们娘家没人是不是？还有，我跟谁成亲，关你什么事儿？碍着你了。这个，韦侯爷，我们之前肯定是有很深的误会。金银财宝、美女佳人，就当做是我给韦侯爷赔罪。去一边去！这韦侯爷，你看这么多人看着我呢，给我点面子。我还要赶着去下一家，我刚说的话你记住没有？自然。走。杀我一人！这个死结是解不开了。哎呀，老天哪！我韦家怎么会出个这么个玩意儿？还炸了人家的府邸，老夫该如何跟他们交代呀？族长不好了！韦浩炸了好多世家的府邸，他马上直奔我们而来啊！韦汉子来这里干什么？快打开大门！快打开大门！快！韦汉子，你疯了！你韦家的祖宅你也炸，老夫曾经可没有惹你啊！韦侯爷，咱们可都是本家呀，用得着这么炸吗？你懂什么？族长，我这可是在帮你啊！其他家族的大门我都炸完了，你家的不炸，他们不来烦死你。现在你家大门炸了，你就清静了。我估计他们不会来找你。韦浩，老夫饶不了你。那我去炸客厅了。别！这个客厅可是保存了100多年的老物件，你炸了，老夫跟你没完。那你倒是叫他们过来拦我呀！快拦住他！拦住这个不孝子！成，不炸就不炸。回头我让小姨给你送10万钱，你们自己交啊。1万块钱，少1文钱，我派人去拆了你家大门。拜拜。死汉子，就知道欺负自己家的人。族长，现在该如何？该如何？该干嘛干嘛去！走！还算这小子有良心，没炸了前厅。不行，
得找他韦元照要个说法。这次，我看他韦元照还怎么说。韦浩把咱们世家的脸都踩在地上了，他韦元照要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，我跟他没完。走。家主，韦元照家的大门也被炸了。什么？连他自己家族长的门都炸？是的，他自己都快气晕了。叫人去把客厅修了吧。是。此事，咱们绝对不能饶了韦浩。告诉咱们家族那些官员，让他们继续弹劾他。韦浩是当朝侯爷，皇帝的准女婿。这件事情，皇帝不给咱们一个满意的答复，我们绝对不放过。什么？真的是韦憨子？是的，陛下，他炸了世家在上都城负责人家的大门，连韦元照家的大门都给炸了，现在已经成为上都城的笑谈了。这小子从哪儿搞的火药？回陛下，这个臣就不清楚了。估计是他自己配出来的吧？他可是有配方的。陛下，这个事情，世家定然会弹劾韦浩，要如何处理呢？处理？为何要处理？啊？炸就炸了。这样都没事？陛下是有多宠韦憨子啊？陛下，这些都是御史大夫刚送来的，说都是弹劾韦侯爷的。放那儿。是。韦浩炸了那些世家的大门，朕很痛快，还让朕处理韦浩。这个女婿那可是干了朕一直想干的事，朕还能真的处理他？程主持，臣在。你亲自去通知韦浩，明天一大早准备去刑部大牢带上东西。啊，这去坐牢还提前通知他吗？记得告诉他，带一套换洗衣服就成，太多的东西不用带，但是书一定要带。不要天天就在里面打牌，要看看书，天天不学无术的，以后如何为朝堂办事？是陛下，那臣现在就去。不用，你下了职再去，不要让别人知道就行。是。听到了，今天外面的爆炸声，估计全上都的人现在都知道了。宁安在宫里面激动的都流眼泪了。这孩子，为了宁安，真的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连世家负责人的大门都敢炸。炸得好，必须杀杀他们的嚣张气焰。你瞧瞧，现在我大雍的商家还剩多少？世家聚集了多少财富？陛下，此事浩儿可是会受到处罚。民间的事情，他们捅到朝堂来，朕可处理，可不处理。但是需要韦浩去牢里待几天，也需要平息一下世家那边。但是要说处理的多严重，那他们就是做梦了。昨天刚颁布的圣旨，他们就开始闹事。他们是欺负韦浩啊，还是欺负朕呢？还有脸把弹劾奏章拿到朕的案头上来？小姨，你有话好好说。好端端的炸人家大门干嘛？想吓死我呀！我不是跟你说了，人家世家的势力有多大，你还不长记性？炸了就炸了嘛，我不炸，难道让他们去休了我的姐姐、姑姑、姑奶奶啊？那现在呢？人家更要休掉了，还刚好就是这个借口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我不跟你说，关键是你根本就不信任我。
要不是人家族长派家丁来要了10贯钱修大门，我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呢。不是100贯吗？居然只要了10贯钱。那族长什么时候人变那么好了？你现在犯了这么大的错，陛下和皇后娘娘那怎么说？妈，他们让城主迟来说了，说我配合一下，坐几天牢就可以。小姨，你们帮我把牢里用的东西都再准备一下啊！我困了，我先去睡了。怎么又要坐牢？韦侯爷，我没花眼吧？您才出去几天呢，怎么又来了？哎，还是我那房间吧，走。不是，侯爷，您这次又是因为什么呀？这你都不知道？你昨天没听见那爆炸声啊？听到了。那我弄的。啊？不是，侯爷，您这……他是谁啊？怎么这么好的待遇？1年进5次刑部大牢的人，进来几天就出去了，人比人气死人呢。确定抓进去了？确定，很多人看到韦浩被刑部带走了。总算是进去了，就算他在里面有多逍遥，那也是刑部大牢。看来我们的那些弹劾奏章还是起作用了。这次倒要看看他怎么能嚣张得起来，还敢让我们的族长来见他，他以为他是谁呀？好啊，抓进去就好，让我们各家的官员继续弹劾他。这次无论如何，也要削掉他的爵位。如果能削掉侯爵，我看他怎么和长公主成亲。太嚣张了，府上的正堂还得重新装饰，这得花多少时间和钱呢？关键是，这次我们世家的名声算是扫了地了，不知道外面有多少人在看我们的笑话呢。最近上都发生的事情，你们都通知各家族长了吗？当然了。那韦浩说，如果10日之内不来上都城这里见他，他每个月就以10万本书。我呀，哪敢不报啊？谁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假的？死汉子！你说你没事炸人家大门干嘛？不理他们就是了。我们成亲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呦！那能行吗？我们成亲，他们说三道四的，算个屁呀！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你没事啊。你放心，我过2天就让父皇放你出去。嘿，无妨，岳父说了，3、2天的事儿。那就好。如果父皇不把你放出来，我就去跟母后说，让母后替你做主。嘿嘿，还是岳母对我好。这2天没事儿，你就不要出门了。放心，他们也蹦跶不起来。遇上我，他们算是遇上对手了。他们之前敢欺负别人，你看他们敢欺负我吗？我说炸他们家大门就炸他们家大门，连他们家客厅也炸了。哼，没事儿，你不用担心我，也不用担心我们的婚事。我可还有杀手锏呢。他们要真逼着我退婚，我分分钟让他们哭着喊我爷爷。启禀陛下，韦浩私自使用工部火药炸了各世家大门，此事必须严惩。是啊，况且火药可是工部管控的东西，韦浩是怎么弄到的？给我弄点火药。谁得罪你了？快点去准备就是。到时候你可不能对外说是我给你的成品。难道没人告诉你，这个火药是韦浩弄出来的？现在工部的配方都是韦浩给的，韦浩弄出火药来有什么奇怪的？再说了，你们一个个瞎起什么哄啊？只是一个民间打架的事情，弄到朝堂来，这像话吗？哼，怎么，这个朝堂是世家人开的不成？哦，世家人打个架就弄到朝堂来，这里可是讨论天下大事的地方。臣恳请陛下不要搭理这件事情，
这个他根本就不是在这里讨论的事情。诸位爱卿，朕就想知道，如果这2个人是民间的百姓，他们互相打架了，把对方的大门炸了，把厅堂炸了，会闹到这里来吗？如若不上书到这里来，那应该去何处申冤呢？难道是去上都县令那边吗？上都县令可是没有权利管韦浩，韦浩可是侯爷，而且臣对韦浩也有所耳闻，此人喜欢打架，而且在西城那边都打出名来了。还有据臣所知，此人屡教不改，不配为大庸侯爷。陛下，您不能因为韦浩是您未来的女婿，就如此包庇他。陛下，现在韦浩和长公主还未成亲，臣以为不应该把长公主往火坑里推啊！是啊，陛下是啊，请陛下下旨削去韦浩侯爵之位。请陛下下旨。诸位，听老夫说2句可好？韦浩有错，这个不争辩，需要赔礼道歉就赔礼道歉。但是你们说要削去韦浩的爵位，这个老夫不同意。首先，韦浩的伯爵是靠协助长公主获得的，这个功劳对大庸自不必多说。侯爷呢，则是靠提炼出细盐而获得的，细盐诸位府上肯定都买过，关键量大，百姓都能买得到。这样的功劳，就是因为和那些人有了冲突，就要削掉爵位。诸位，如果此事传到百姓当中，百姓会怎么评价这个事情？会怎么议论这个事情？是说陛下昏庸，还是说世家霸道？现在百姓当中对世家的风评可不怎么好。房仆爷说的不妥，我们说削掉韦浩的爵位，是说此人德行有亏，不能娶长公主，也不能承担一个侯爷的责任。陛下，如若陛下不能还我等一个公道，那微臣只能挂印而去，告老还乡，望陛下应允。请陛下明鉴，还臣等一个公道。韦浩胆大包天，若今日不夺他侯爵以正国法，他日人人效仿，朝纲岂不乱套？陛下，若仍执意庇护，臣等唯有辞官归乡，再无颜面立于这朝堂之上。陛下，这些人这次真辞官呢？陛下，此事怕是不好解决了。世家那边的态度太坚决了，与其说是韦浩打人，不如说是要韦浩退婚。估计如果陛下拿这个跟世家那边做交易的话，世家那边肯定也不会追究韦浩炸门了。这不明摆着的事情吗？是，这个韦浩也是，为何送这个把柄给世家那边啊？不是送把柄，哪怕韦浩不去炸门，那些世家也会找到其他借口的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这样推来推去的，也不是办法呀。陛下，世家联合到一块儿，一定要推翻陛下您的赐婚圣旨。这个事儿不好办呐。难在当下大庸读书人大都是世家子弟，想要替换那些官员，何其难也！陛下，实在不行就收回圣旨吧。朕再考虑考虑。放心吧，你父皇定会有办法的。
下驾到！今天商议的如何？这件事情过去了吧？世家那边非要抓住韦浩不放不成？他们不是抓住韦浩不放，是抓住朕不放。丫头，父皇得给你交个底。没有想到这次世家的态度如此坚决，世家的那些官员抓住了韦浩，不松口啊，很有可能父皇真的会收回赐婚的圣旨。什么？丫头，父皇和你母后都非常喜欢韦浩，也希望他能够成为我们的女婿，不然的话不会让他一直喊我们两个岳父岳母的。但是世家之前有约，不和皇家联姻，所以这次你们的婚事，世家是竭力反对。父皇和你的那些叔叔伯伯们一直在跟那些大臣争辩，但是没有用。如果父皇一直不收回圣旨，那些官员就会挂印而去，到时候就真的面临朝堂上无人可用的地步了。父皇，女儿不甘心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世家好像并没有多喜欢那个韦汉子，可是现在知道不能嫁给他，女儿就好伤心。是爹没用，作为皇上，都不能保住自己闺女的幸福。韦浩肯定有办法，他一定有办法的。父皇，女儿要去一趟刑部大牢。他能有什么办法？韦浩肯定有办法的，他之前跟我说过，没有人能阻止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，肯定会没事的。算了，别去了，没用的。这个小子有时候说话也不靠谱的。你就让他去吧，去问问韦浩。韦浩，丫头来了，谁欺负你了？哎，我的天，谁欺负你了？你跟我说，我弄死他！你放心，家里还有火药，没有我也能配。你就告诉我，谁欺负你了？我弄不死他，我。世家联合起来，逼着父皇收回赐婚的圣旨。如果不收回，世家他们全部都要致使而去。什么玩意儿？收回圣旨啊！你告诉岳父，没事，再拖个6、7天，世家家主来了就行。咱们的事儿他不用管，就是拖着就行。你真的有办法吗？天塌下来有我顶着，那些世家算个屁，分分钟灭了他们，还致使而去，还逼着岳父收回圣旨啊！谁给他们的底气敢对我这么做？嗨，你就放心好了，回去好好准备嫁给我就行。你说的可都是真的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倒是你骗了我好多次，好不好？笑了好看，我媳妇儿还是笑了好看。但如果这个事情不成的话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哎呦，我都说了还能不成？谁敢拦我，我就把他们家的根都挖出来。还拦着我，谁给他们的胆子？你呢，别往心上去。对了，你跟岳父说一下，这2天把我放出去，我要准备一些东西。你要准备什么？准备对付世家的东西，其他的你别管，我来对付他们。你也不许哭了。还有，这么冷的天就别往外跑了。我不是给你那儿安装了暖炉吗？你就在宫殿里待着，等我的好消息。好。
好，那我就相信你。还不相信我，相信谁啊？岳父都靠不住。还好父皇不在，要不然你们两个又吵起来了。哎呀，我怎么会跟岳父吵架呢？他有办法。他让女儿不要操心，还有，说让您拖个6、7天，等世家的家主来了就行。还有，说过2天要把他放出来，他要准备一些东西来对付世家的人。那没问题。他真说了，他有办法。这憨子能有什么办法？你没有办法，不代表他也没有办法。你能想到琉璃吗？你能想到暖炉吗？反正臣妾这个女婿办法比你多。公子，公子，来。爹，您怎么还真来了？这都重新装饰了。是爹，都装饰好了。爹，您一路辛苦了，喝口茶，润润。其他各家的族长，差不多也要到了吧？现在还不知道，不过听说都会来。爹，你们这次联袂而来，是不是太看得起那小子了？哼，他一个侯爷，算什么东西？我们这次是和陛下争，如果陛下赢了，我们之前的那些约定，什么都不是了。这么长时间，你们都没能拿下那个小子，我们要是不来，你们要拖到什么时候去？陛下倒是想拖下去，哼，想得挺好。是，只是现在上都城民间对我们的风评不太好，孩儿只是担心。在乎他们做什么？我们又不是那做天下的，百姓说的话，会有谁在乎？是朝堂大员在乎，还是陛下在乎？既然没人在乎，百姓说什么都无妨。我们世家什么时候在乎过那些个百姓了？是，爹。老夫要休息了，这一路坐车，骨头架都要震散了。您慢点，爹。来，您慢走哈。生意如此之好，这个店家呀，利润可不会少。族长，这是韦浩的产业，利润惊人。但是没人敢动。哦，为什么没人敢动？
就韦家的人会做这样的饭菜，现在听说宫里面的人也会，但是宫里放出消息，若是谁敢泄露出去，死罪。如果市面上有人会做和聚贤楼一样的饭菜，那宫里估计会有人来查，所以这家酒楼无人敢动。这韦家出了一个韦浩，就把大家折腾得够呛。现在的琉璃生意还没有我们的份儿，买卖琉璃的商人个个赚得盆满钵满，我们只能干看着。哼，这个韦浩真够狠的。这次我们要狠狠地收拾这个韦浩，否则他继续上蹿下跳，还不知道给我们带来多大的麻烦。一旦让他和长公主成了亲，我们这些世家的脸面，到时候往哪儿搁呀？还有啊，他炸了我们在上都的府邸，没有一句道歉，也没有赔款。怎么着？他韦浩这么有底气，以为有皇上撑腰，就能在上都城横着走吗？哼，让他先蹦跶几天。他不是要我们来见他吗？我们都来了，到时候看他敢不敢来。其实见不见没什么关系，他一毛头小子，翻不了天。琉璃生意利润极大，可惜给了皇家。要是给了我们世家，我们世家还不知道能培养出多少优秀的人才，可惜啦。哎呀，诸位仁兄，诸位仁兄，韦老，久等了，请，坐吧。哎呀，本来呀，这顿应该是我请的，没想到这让崔老给抢先了啊！这样，今天晚上我请客，还是这里，还是这个包厢，我已经跟掌柜打过招呼了，把这个包厢给定下来了。认识这么久了，就不必了。说说吧，你们韦家出了这么一个人，该如何处置？崔老，这是何意呀？韦浩和长公主的婚事啊，万万不能成。如果我们失败了，以后我们这些世家在陛下面前如何抬得起头来？韦兄，这件事啊，你一定得给我们一个交代。对，必须得给我交代。这可事关着我们的前程啊！没错。只要不要了他的小命就行。诸位都知道，这小子5代单传，若是要了他的小命，那就可惜了。其他的，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毕竟啊，这小子也不懂事，老夫也是没有办法呀。再说了，他是韦家族人，老夫也不好做落井下石的事。